接下來講座時間就要開始，我們邀請許醫師上台。哦，推不动是。好，没問題，那就不要推了。對。好，各位同學，大家早安。早。是。好，非常謝謝我們屏東的同學在星期六的一大早就來到我們的屏東大學生校區。是。好，那各位有手機的人，好，麻煩請這個關機或是放在飛行模式。那如果要講手機的話，麻煩可以到外面的走廊哈，可以到外面的走廊。哎，我的手機為什麼燙燙的？哦，它還在寶可夢模式，對，寶可夢沒關哈，哎。燙燙的，好。那剛剛有同學問我哈，是不是從台北下來？是，因為昨天是先到台中，那今天才到屏東。來，我們先給屏東鼓掌一下哈。哎。為什麼要鼓掌呢？因為屏東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地方。那我記得每次在季節交匯的時候，還記得有一次最印象深刻哈，在屏東還開這個冷氣，前幾天好像正在變天，就到了台北竟然是開暖氣。所以有時候台灣雖然小小長長的哈，可是在季節上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因為我才剛從西班牙回來，對，然後聽說歐洲回來時差是最不容易調的，所以剛回來的時候，常常晚上這個3、4點就起來了，然後看個電視。看個動漫，再回去睡覺哈。好，那我們今天很開心看到第一個是屏東在地的夥伴哈，我們的營運長兼屏東分會的主任，還有我們的高雄的啟運主任，還有我們今天的嘉義的耿華主任，還有台南的俊全主任，我們給他。還有台中的 Rita 主任，給他們鼓掌一下哈。都來到我們的現場哈。那許醫師先講幾個福利的部分哈。福利的部分是我們退後噻，好，對，許醫師先講幾個福利的部分哈。第一個福利的部分是我們基金會有在做新園丁的培訓。那新園丁，如果簡單來講，它就是你這樣去想象，就是具有賽斯心法觀念的張老師的意思你用這個想法去想。那新園丁我們都有專業的醫師專業的心理師來做培訓，都有專業的醫師跟心理師來做培訓。所以各位，你們有2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可以來參加新園丁的
培訓，就是你想要成為一個助人者，你也希望借由這個培訓，想要多一點的自我覺察、自我了解，那你可以來參加星園丁的培訓。那我們現在也在推就是所有的基金會，不管海內外，好，每個人都可以接受3次星園丁的免費的陪談。來，各位，它不屬於治療，也不屬於所謂的諮商，因為它並不是專業人士，只是一群由專業人士所訓練的一群這樣的一個陪伴者。所以你們每個人在座的每個人，你們認識的每個人都可以來接受3次的免費的陪談。那3次之後，可能就要經過專業的醫師或心理師的評估之後，再接下去後續的，如果有需要的話，好，所以歡迎各位來使用我們這樣的一個系統，跟接受這樣的一個培訓。好，徐師先講幾個笑話。有一個笑話是有一個學員跟我說，我們基金會的這個星園丁的陪談的系統，給他的幫助很大，甚至是不亞於專業的一個陪伴。有學員這樣跟我說，那因為我們這套系統其實已經好幾年的時間了，而且持續在擴大當中。所以各位，如果你們有這樣的一個需要被陪伴的需求，舉例來講，你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有精神病，可是各位，你知道有精神病的人又不好意思問別人，你好意思吃早餐的時候問人家說你覺得我有精神病嗎？對方已經露出一個邪惡的笑容，說他也懷疑很久了。對，你會不好意思去跟別人談，或是你有一些像今天的主題一樣的困擾，生命中的矛盾兩難，如何選邊站？那我舉例來講，就像之前有一個個案跟我說，他覺得兒子最近怪怪的，兒子是已婚，可是兒子最近，因為媽媽還是比較了解兒子，兒子身上最近多了以前沒有聞到的香水味，而且還多了紅內褲。來，這個媽媽馬上警覺到，這個已婚的兒子可能有了什麼外遇了。可是他又不敢去問他兒子，因為兒子很兇的嘛，那叫媽媽不要囉嗦。那也不能去跟媳婦講，萬一說溜嘴了，那不就完蛋了嗎？好，所以也許你碰到很多，你不知道怎麼去面對。你想找人說一說，對，或是如果以賽斯心法的觀念，你也想知道為什麼你的命運會是這個樣子？好，為什麼活到這把年紀了，你總是覺得自己不快樂、不開心？好，那麼各位，你可以先來我們基金會來使用這3次的免費的陪談。來，我先問一下，在現場使用過的請舉手。有4位哈，我看到4位，來，覺得還可以吧？還不錯是吧？他舉這樣子了哈。對，這個先生沒有表示。有是吧？也是這樣是吧？好啦，好，來，所以現場有人使用過這個部分哈。那如果各位你剛講，你想要更進一步，那你就來接受我們的培訓，接受我们的培訓。還有另外一個，我們基金會在進行的是現在由羅娜營運長在帶領的這個魔法師的訓練，現在還有嗎？還有啦。對，因為為什麼有魔法師的訓練呢？因為大家知道，賽斯心法的概念是非常卓越的。所謂卓越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講，我們是來地球什麼
出差、旅遊、學習、考察兼玩耍。簡單來講，肉體只是我們的意識跟我們的靈魂來到這個世界的一個過程，學習跟成長的過程。那時間跟空間只是我們的一個參考坐標，時間跟空間是我們的參考坐標。那麼時間的外面是什麼？空間的裡面又是什麼？時間的外面，空間的裡面又是什麼？那如果當你不借由你的肉體來展現你的存在的時候，你又是用什麼方式存在？簡單來講，就是當有一天你不再使用肉體的時候，那麼你是誰？那個狀態又是什麼？那我們真的是個肉體的生物嗎？借由肉體短暫在這個世界上活個幾十年，最後就要歸於虛無了嗎？好，到底存在的本質是什麼？好，這裡許醫師來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非常有趣的例子。好，大家知道台灣這幾年一個最有名的新聞就是這個輝達的執行長什麼黃仁勳嘛，好，所帶動的 AI 熱潮，AI 熱潮。好，所以大家也知道，最近幾個非常夯的概念，包括第一個所謂的量子糾纏，跟以前許醫師跟大家講過，量子糾纏很有名的一個科學實驗，很有名的科學實驗。來，我把這個科學實驗稍微講一下，就是粒子的对撞產生一個正粒子跟負粒子往反方向前進，各以光速前進，各以一個對撞之後，有一個正粒子往右邊，有一個反粒子往左邊，兩個粒子都各以光速前進。来，各位，這不奇怪。奇怪的是，當這個粒子往右邊前進的這個粒子往右邊旋轉的時候，往左邊前進的這個負粒子竟然往另外一個方向旋轉。各位，沒有科學概念的人可能覺得沒什麼，有科學概念的人開始會問一個問題：這兩個粒子都是往光速前進，意思是它們兩個之間的相對速度是2倍光速。可是這個粒子往這個方向旋轉的同時，這個粒子竟然往反方向旋轉，來表示什麼？表示它們之間的聯絡方式有遠遠超過2倍光速的一個東西，那是什麼東西？這樣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因為理論上來講，物質世界裡面不會有任何超過光速的東西。大家知道，物質世界裡面速度最快的叫做光子，就是光，太陽光的光。所以物質實相裡面，在科學定律裡面不會有超過光速的東西。來，光的速度大概多快？就是太陽發出光到地球大概8分多鐘。從太陽發出光，那個光照射到地球表面8分多鐘，這是物質實相裡面最快的速度，叫光速。在光速。好，那剛才我講的這兩個例子，表示它們之間的聯絡方式，有一種東西遠超過2倍光速。來，各位，這是什麼東西？來，這就是量子的觀念，也就是量子糾纏這4個字背後的一個
大家一直想不通的概念。好，那最近最夯的名詞有另外一個叫量子電腦，因為所有的 AI 的科學家想建立什麼？超級電腦，運算的速度越快越快越快。來，各位，什麼叫超級電腦？舉例來講，你們現在在看手機的人，來，手機你畫面運轉的速度，來，對不對？還有講電話那個的速度，來，各位，還有你們所有儲存在雲端的，好，每隔一段時間手機就會跳出來，你要不要加錢儲存在雲端？好，你的記憶體要不要擴展？來，各位，這是超級電腦的概念。運算的速度越快，運算的速度越快，好，包括我們現在所謂的 ChatGPT 有沒有取代了傳統的 Google 搜尋引擎？好，那什麼叫量子電腦？量子電腦跟超級電腦的概念又有什麼不同？來，各位，基本上你們一定要有一個概念。當有個東西我們進到量子的概念，那就不是一般的時間空間的概念所能思考的了。來，我來舉個例子，《復仇者聯盟》第4集終局之戰，來看過的請舉手。電影還是要多看哈，《復仇者聯盟》第4集，來那個啊。大陸翻譯成叫滅霸，台灣這邊翻譯成叫什麼？薩諾斯是吧？好，當他集滿了幾顆寶石在他手，7顆還6顆？有人說5顆，有人說7顆。5顆手指頭，到底幾顆？等一下給我一下答案啊！好，當他的手套集滿了每一顆寶石之後，他只要打一個響指，宇宙就有一半的人口被消滅掉，對不對？後來在第4集裡面，這個薩諾斯是不是成功了？所以宇宙裡面有一半的人口被消滅了。後來復仇者聯盟是怎麼把這些人救回來的？各位還記得嗎？來，記得嗎？回到過去，怎麼回到過去的？啊，哪裡？進入量子空間。這樣，各位現在知道這個意思了哈。進入量子空間，進入量子空間。好，最後解釋了半天，就是所謂的時空旅行嘛。好，但這個時空旅行，在這部電影裡面，它的概念是什麼？當你進入量子空間的時候，如果你能在量子空間當中定位，那麼理論上你進入量子空間，你出來之後，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個時空。各位，意思是什麼？意思是，如果你進入量子空間，你知道如何在量子空間定位，你出来可以在3000年前或2000年後。來，這樣明白徐師的概念的比喻，明白這個比喻。你進入量子空間，因為量子空間的時間跟空間跟我們的物質實相不一樣。簡單來講，非常接近賽斯心法所謂的所有的時間空間是同時存在的，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来。好，你可以用這個角度來思考量子空間。所以當你進入量子空間，而你能夠定位的話，理論上來講，你可以回到過去；理論上來講，你可以到未来。好，这是在《復仇者聯盟》第4集裡面的劇情。好，所以徐師借由這個概念來講量子電腦。來，各位，量子電腦跟超級電腦最大的差別是什麼？量子電腦假設一個電子或原子可以同時出現在2個地方。來，超級電腦的概念是什麼？
我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從台北到高雄？這叫超級電腦。量子電腦的概念是台北、高雄同時存在，沒有先後。來，像各位知道這個邏輯完全不同，所以量子電腦的邏輯，它的運算方式跟超級電腦的運算方式不一樣。來，各位，那許醫師為什麼剛才講這麼長一大段講到現在？我在講超感官知覺，我在講心電感應的能力。來，剛剛記不記得我說的量子糾纏？一個以光速往右邊走，一個以光速往左邊走。以物理的空間速度，它們之間不可能有超過光速的連接方式。可是，在超越時間跟空間的量子空間裡面，有沒有可能這兩個之間存在心電感應？那有沒有？有。这樣各位知道，學士在講一個不同的東西了。在我們以為的空間裡面有另外一個空間，在那個另外一個空間裡面，台北跟高雄是同時存在的。在我們以為的時間裡面有另外一個時間，在那個時間裡面，2000年前跟3000年後是同時存在的。各位，在我們以為的時間裡面有另外一種時間，在你以為的空間裡面有另外一種空間。來，很難想象的人，想象你小時候看的哆啦 A 夢的任意門的概念。來，哆啦 A 夢裡面不是有個任意門嗎？好，任意門的外面可能是屏東，任意門的另外一邊可能直接可以是紐約。所以屏東到紐約只隔什麼？一道門。這樣知道學士在說什麼嗎？為什麼要往西走呢？這位同學，你的導航為什麼要往西走？手機再不關了，你死定了。好，正常方式你要去紐約很簡單，從屏東先到左營高鐵站，坐高鐵到這個桃園機場，然後飛到紐約去，對不對？這是超級電腦的概念。對。那量子空間的概念是什麼？一道門，從門走進去，你就到紐約了。好，意思是說，在我們認為的肉體感知，在我們認為的時間跟空間底下，有另外一套感知，有另外一套宇宙法則。而這個東西，除非你開始進入所謂的超感官知覺的一個概念，否則你沒有辦法去理解。就像佛家講的開悟解脫一樣。好，所以我們基金會有另外一套訓練系統。各位，簡單來講，更白話的是，你的存在是父母把你生下來之後你才存在，還是你是來投胎的？在你的父母沒有把你生下來之前，你已經存在於你自己的一種主觀狀態了。而最後，在你的肉體結束之後，就有一天，不管你生病，或夠老了，你在肉體結束之後，你何去何從？你是否還繼續存在？你存在的本質是什麼？來，更有趣的是，如果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早期的人類沒有第二句話，人生下來就是為了生存，為了結婚、生小孩，然後開始奮鬥一輩子，最後把所有你的財產，把所有你的精力用來栽培下一代。各位，但是在目前這個時代，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趨勢？很多年輕人越來越不想結婚，很多年輕人結婚之後也不想生小孩。那如果生命的目的跟意義不再以繁衍後代為主，那麼生命存在的目的跟意義是什麼？來，各位，
或是在座的每一個人，你們也懶惰，你們也辛苦了，也不想帶孫子了，你想為自己而活了。對，什麼時候開始為自己而活？這個被我們接受了。在傳統的文化觀念裡面是沒有為自己而活的，為父母、為家族、為社會、為團體，在傳統的文化裡面是沒有為自己而活的概念。你年輕的時候要生小孩，你的小孩子大了，你要帶孫子。是啊，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未婚，還是已婚沒有生小孩，還是最後你想要為自己而活，你不想要把所有的時間跟精力放在帶孫子的時候，那麼你又將為誰而活呢？你生命的目的跟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各位，好，所以我們基金會有另外一個叫超感官知覺，其中有一個感官叫做開悟的感官。什麼叫開悟的感官？是你直接可以領悟到宇宙的本質，不假外求，它也是屬於內在感官的一部分。對，有一天你突然直覺到了你跟宇宙的連結，直覺到了你生命的意義。來，學士不是講精神病患發病的過程哈？對，或者突然有一天覺得自己是什麼彌勒佛的轉世，然後突然開始斂財是吧？學士不是在講那些不入流的宗教的扭曲團體。來，明白我的意思？我說的比較是個人的神秘經驗，個人的神秘經驗。有一天你在路上走一走，你突然對你的人生、對你的生命有一種領悟，有一種體會。各位，這也是一種內在感官。內在感官裡面有一種內在感官叫直接領悟宇宙跟生命的本質。你突然領悟到你跟宇宙的連結。來，基本上佛陀跟耶穌就是運用到這種內在感官，而直接讓他們感覺到他們跟佛、跟上帝的連結。所以有一種內在感官的運用，可以讓你直接超越人類的身份，就是超越你對肉體跟世俗的執着，而讓你感受到你跟造物主的連結，或你跟大自然的連結。這也是一種內在感官。好，所以我們基金會目前有2個培訓系統。一個就是新園丁的培訓系統，一個就是魔法師的培訓系統。當然另外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這個屏東很棒，再鼓掌一下哈，很棒。因為學士一直以來在鼓勵很多人，包括我們屏東很多我們的學員開始成為了心理師國家考試及格正式的心理師。那很多同學也開始去念社工師或社工學分。那最近有幾個學員讓我覺得很感動，他們早年不管是因為家庭因素，還是因為其他的因素，沒有辦法念書，學歷只有到國中或高中。甚至有一個學員學歷只有到國中，他最近開始念空中大學，而且跟我說，他只要念了4年半，他就可以直接從國中學歷具有大學學歷，而有了大學學歷之後，他也許有可能再繼續念研究所。來，各位，徐師先講個笑話：如果不知道未來要幹嘛，
人生何去何從？啊，幹嘛？去念書。來，書本不一定有你可以找到的東西，書裡面沒有真理，也許只有知識，但是你可以借由念書的過程當中，去追尋你心中的真理。各位，書裡面只有知識，沒有智慧。可是可以借由念書的過程當中，去開啟你與生俱來的智慧。好，真理跟智慧從來不在外面，在哪裡？你的內心。好，所以我們基金會一直在鼓勵大家學習跟成長。好，來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生命中的矛盾兩難，如何選邊站？好，昨天徐醫師在思考這個主題的時候，我覺得好多東西可以講哦，好多東西可以講。但講之前，我先喝口水。为什麼這個電線這樣？好，昨天在思考這個題目的時候，生命中的兩難之局，矛盾兩難，如何選邊站？好，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小時候爸爸媽媽吵架，好，然後可能其中一個就會問你，那你是站哪一邊？你是站哪一邊？或是爸爸媽媽吵架，啊，有可能要分居或離婚，那你要跟誰走？好，但是各位，你不一定有選擇權哦。好，因為很多時候，如果家裡有2個小孩，好，通常男的給先生，媽媽帶女兒，有沒有？一般來講，就是，好，有時候會是這個樣子的。你沒得選，你沒得選。是啊，那當然還是有一些地區上的不同，地區上的不同。好，像最近在看那個趙露思的一部劇，叫《許我耀眼》，許我耀眼。好，因為大陸又有台灣一個很沒有的現象，好，因為大陸當年一胎化嘛，所以常常比如說第一胎生了女兒，那第二胎想拼一個兒子。可是他們只容許一胎化啊，那就會把女兒送去哪裡？鄉下，好，藏起來，為了生下面的弟弟。那這個女兒可能從小就跟着姥姥，姥姥就是外婆，或跟着奶奶、爺爺長大。那爸爸媽媽就是為了生第2個的兒子，那就把第1個送走。後來衍生很多問題，好像許我耀眼在好裡面就是生了一個大女兒，那下一個想生兒子，就發現下一個又生了一個女兒，就把第2個送到姥姥家，好，然後從小在一個覺得自己不被愛、被拋棄的心情之下，跟着姥姥一起長大這樣的心情。好，所以隨着每個地區會有不同的社會現象。好，那在台灣，好，我剛剛提到的，當我在思考這個題目的時候，開始想到小時候父母吵架，好，那我只能這樣說，比較不成熟的父母親開始要你選邊站。然後問你，你說說看，誰是對的？誰是對的？來，各位，有一次大家記得我媽媽跟我起衝突嗎？好，我媽跟我起衝突，就是為了當時請了外傭，好，大家如果記得這個笑話，
好，那有一次我媽媽從外面回來，好，看到我爸爸跟外傭坐在同一張沙發上面，不是坐大腿哦，是坐同一張沙發上面哦。然後我媽一回來，你為什麼跟外傭坐在同一張沙發上面？啊，就同一個家裡不坐同一張沙發上面，要不然要怎麼辦？然後就問，那你跟外傭在聊什麼？啊，我爸爸就說，啊，外傭剛從印尼過來，好，我們關心一下他來這邊習不習慣，適不適應，然後晚上會不會有蚊子咬？然後我媽當下就抓狂了，我把你給我上去，怎麼一我你就沒有護過，我被蚊子咬過，你現在竟然問外傭有沒有蚊子咬他？我跟你結婚50-60年，你有沒有問過我適應過你們許嫁？你今天為什麼會對一個外傭？來，各位，那就平常也沒有怎麼愛這個先生啊。各位，什麼時候你才會覺得這東西應該是你的？但它可能快變成別人的時候。可當你擁有的時候，其實你也不太想珍惜，你只想把它放一邊，覺得它是你的而已。直到有一天它可能不是你的，或別人也想要的時候，出于本能你就想搶回來。那你搶回来要幹嘛？其實也沒什麼用，也是放在那裡而已。來，是不是？各位，是啊。好，就像講個笑話，先生，我那個大姑子、小姑子好過分，回到我家就拿我的衣櫃裡面的衣服。我說啊，那個衣服你有在穿嗎？沒有，我7、8年沒穿了。你以後會再穿嗎？不會再穿了。那你為什麼那麼生氣？可是那是我的啊。對，沒有錯。各位，好，所以剛開個玩笑，有些東西你拿回來，你也不見得會珍惜，只是不爽被別人拿走而已，或不爽別人也想要。好，所以平常你也覺得不怎麼恩愛的父母，突然那時候，開始抓狂了。各位了解哈？那種類似，好像我的主權被侵犯了。好，然後後來之後，我媽就開始逼我：你覺得你爸這樣是對的嗎？你覺得一個男人可以這樣嗎？那我就默不作聲，我覺得很正常啊。那你要不要去指責你爸爸的錯誤？各位，你碎念也就算了，你還要逼我去選邊站，逼我選邊站也就算了，你還要我去指責對方的錯誤？你假人告哦，你吃人夠哦，各位懂我意思？我就跟我媽說，我說媽，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啊。你是爸爸，你是媽媽，他是爸爸啊。我做兒子的，我怎麼去指責我爸爸呢？而且我心裡還覺得我爸爸其實沒有錯啊。各位，這樣知道我們是怎麼長大的嗎？還有以前我常講嘛，就是你知道，只要父母跟哪一個親戚吵架，有沒有？或那段時間不和，就會告訴你，最近不要去那個親戚家哦。好，最近少跟表哥玩哦。最近少跟表哥玩了，因為爸爸可能跟誰吵架啦，或最近不要去找那個堂哥堂姐哦。好，結果一問之下，媽媽跟她的兄弟姐妹吵架啦。各位，好，所以我要講的是，我們從小選邊站的生命經驗多不多？多。所以，我們今天好好來檢視一下，這代表什麼？這意味着什麼？來，各位，好，這是其中一個例子。來，我講我最近門診的案例。我覺得門診很特殊的是，有一對夫妻，先生可能才40歲出頭吧。這個先生中風了。好，說實話，他有時候跟我門診，或有時候透過視訊的時候，我都不太聽得明白他講話的內容，所以有時候需要太太在旁邊翻譯。各位，好，那當然中風有很多生理因素，比如說我們講的高血壓沒有好好的控制啦，
比如說家族遺傳啦，比如說抽菸啦，比如說這個自己的體重沒有好好的管理，又沒有找健身教練，是吧？來，教練舉個手。雨辰你啊，來，各位，她是一位女教練所以擔心太太跟女朋友被男教練勾引的，擔心太太或這個女朋友被男教練勾引的，可以找女教練，好不好？好，而且她是異性戀並不是，好吧？所以女教練有她吃香的地方了哈。OK， 好，那剛剛講到哪裡？講到那個中風，但他們有家族因素，抽菸、肥胖。但是各位，大家知道賽斯心法為什麼會在這個世界越來越受到大家的肯定，跟開始大家覺得很棒？因為有沒有那種很胖的，又抽菸的，又有家族因素的，也許偶爾血壓還高的，人家也不中風啊？有沒有那種又不抽菸的，早晚跑3000公尺的，然後也沒家族遺傳的，也沒高血壓的，中風有沒有？來，我跟大家講，因為目前醫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東西它根本解釋不清楚，就給你一個模糊的概念，它根本無法解釋我們日常生活實際發生的事情。好啊，那個個案，其實就試着探索他的生活壓力、內心因素。來，各位，因為去找你有沒有抽菸，控制你的血壓，甚至減重，甚至培養好的生活習慣，這些東西都沒有問題，甚至也都不難。但是其實常常最難的是探索什麼？內心，探索內心。來，什麼意思呢？就探索到這對夫妻，太太就跟我講一句話：結婚這麼多年，先生一直卡在他的原生家庭跟太太之間。來，各位，三明治男人。來，比如說，你是一位先生，你很知道你們的原生家庭是什麼習性，或是什麼尿性，你很知道你們原生家庭的人，從來都是話不直接說，裡面慢慢大家互相醞釀。可是如果你娶了一個太太，姓白名目，簡稱叫白目。這個太太的性格很可愛，很天真。剛開始覺得好棒怎麼有這種人，有話都直說，不會放在心裡。娶回家你就死定了。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因為在你們家永遠話是不能直接說的，在你們家永遠是話中有話，大家表面說的跟內心真實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好，也許你們回家都是先問爸爸好，媽媽好。也許你的心裡其實是氣得要死，你還是得這樣說。可是你知道有些家庭回家是甩了門進房間的嗎？所以當你遇到這樣的一個伴侶，你剛開始覺得好新鮮、好可愛、好天真哦，相處起來不累，因為有話都直接說。因為他姓白名目嘛。好，你娶回家你就知道死定了。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有些你可能幾年、幾十年、10-20年，你不斷的卡在你的原生家庭跟你太太之間，可是你同時覺得太太並沒有錯，他覺得委屈不公平啊。為什麼爸爸媽媽眼中只有大哥？為什麼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找你？稱讚就稱讚大哥，可是你覺得習以為常啊？各位，所以你們家本來一片和平，自從娶了這個女人回家之後，各位，就像你買房子，你不驗屋都覺得房子很好，一驗屋就問題一堆。方美珍，你是在笑什麼？各位，本來你們家都沒事。来，這裡我先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哈，各位，因為
刮鬍子要看着自己，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先要刮自己的鬍子，好不好？我在我們家我覺得 OK 啊，大家知道我們家就有2個姐姐，1個哥哥嘛，那我哥就出家當和尚嘛。對，好，那這父母30-40年來每1毛錢都是我出的嘛，每1毛錢都是我出的，各位，可是說實話，我自己我覺得 OK。我覺得 OK， 因為我們家反正也就重男輕女嘛，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反正我們是客家人，我們就重男輕女嘛。那對2個姐姐，我也覺得也沒什麼好要求的，反正我們家就重男輕女。對，所以我從小在我們家長大，接受的也是這個傳統觀念，反正女兒嫁出去就是別人的嘛。對，是啊，然後哥哥就出家當和尚，那也是走上邪路，但也是沒辦法、啊，對不對？好 ，OK， 好了，來打我啊？怎樣？好了 ，OK， 好，對，那當然是很好的一條修行解脫的道路啦。可是也是一個這個不想負人生的責任，不想負家庭的責任的一種選擇哈。好 ，OK， 好，那我覺得 OK 啊。可是有時候從我太太的眼光來看，是不是就有點不一樣了？有點不一樣了。對，當然他會站我的立场，他可能就會覺得，因為他們家跟我們家不一樣，他們家兒子跟女兒是1人1半，然後他們家是父母給孩子的比較多，就是各位就是那種父母有能力，把兒子女兒送到澳大利亞，送到多倫多，最後書念不完回來的那一種。不一定完成學歷啦，很多書念不完啦，尤其是父母沒有陪着出去的那一種。你也知道你要賺錢，你也知道把孩子送到國外很威風，回來又會講英文，又有一個國外的學歷。各位，你以為錢能解決事情，結果孩子出去是適應不良的，孩子出去書是念不好的，有些甚至還染上了大麻，染上了其他毒品的問題。所以各位不要以為孩子送到國外，有幾個湊錢就了不起。你看我們多心胸狹窄，多嫉妒人家，因為我們就是因為父母沒有錢送我們出去，這樣知道那個羨慕嫉妒恨哈。對，你看我們長大之後就開始義憤填膺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有的，別人怎麼可以有？好 ，OK。劉俊全，你為什麼笑那麼開心？那結果我太太他們家是那種比如說可以花1年幾百萬把孩子送到國外念書那一種。他們家是那種父母親很認真很努力，那給孩子很多的那一種。是啊，那我們家是那種，其實父母不是不好，没有能力給，是啊，所以我這一輩子從父母那邊得到的，第一個得到最多的就是我爺爺留下來的那個土地，我爺爺留了2甲下來，2甲，在台北的忠孝東路，喊名，在雲林的土庫，你們一定要覺得這麼好笑嗎？因為每次我都做夢，如果在台北的忠孝東路多好，在信義區啦，那個101的對面，2甲結果是在什麼雲林土庫。好，那我爸爸花賣，剩下8分多就留給我了。好，然後2個姐姐1分都沒有，好開心哦。但是這又有這個衝突咯。你知道你父母年紀大了，對，有時候年紀大的人歡迎，你知道不？
年紀大的人也歡形，就是會變樣，歡形啦。年紀大，你知道會歡形。好，我們自己要戒慎哈。有時候我媽到門診跟我說，她說阿雄，我來講哈，因為你無生哈，所以哈。我等恁爸參詳吼，我想講吼，咱迄8分外吼，迄較大地迄地5分外互你，其他迄分外地迄個吼，互恁大姐甲二姐。你講啥物？你講一遍，你講啥物？你真細漢，你啥都無甲我講，真細說每年前你是生一個我出來，即擺我無囡仔，你來講要分外，你來無較早講的，幹！你較早講好無？好，出去莫講。那麼好，我無要愛，幹是我即馬咧講，我無可能對咱老爸老母講幹，你為什麼不早講？你用我沒有小孩來懲罰我是要幹嘛？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是什麼意思？我攏不愛出去，後個莫來催我。各位，你重男輕女就要有始有終啊！你不要給我做一半吶！從小給我重男輕女，到這時候跟我說哈，查某囝嘛是愛有分。你若要重男輕女，你就打有始有終，無你就打買。我來講，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後我回去靠自己，我就當場翻臉了。好，下次要進來掛號付診查費。付掛號費，不要門開了就進來。你可以玩這一套，對，你要重男輕女就有始有終，然後最後責任義務都一個扛，最後分數要均分。你耍我噻？像各位知道哈，做父母的也要有分寸，好不好？不要說父母都是對的，現在沒有這個時代。各位，你再回去看大陸的戲劇，還在那個父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呢。對啊，你看那個許我耀演有沒有？各位，同樣的情節我們家也有啊。當年為了讓我哥哥去念大學啊。我大姐不能念大學啊，我二姐不能念大學啊，恁爸好家在我扣着公費啊，我們兩個人犧牲呢。再別有什麼用？還不是去當和尚？這就是業障，我告訴你，這就是業障。對啊，所以許我耀有裡面就有一幕嘛，為了讓姐姐去念大學啊，所以妹妹不能念的啊，因為家裡經濟不好啊。對不對？是啊。好，來，我們剛剛講到哪裡？我跟我老婆家裡，你不錯，你不錯。所以各位，因為我太太他們家是得父母很多的恩惠，那我是從小就靠自己，甚至開始上班領第一份薪水，就很高興的奉獻給父母，買冰箱、買冷氣，對。所以我太太沒有不對，可是從他們家再看我們家，他就會覺得我怎麼樣，付出太多了。可是我就覺得我們家就這樣啊。但是我太太其實還好，她只是寶寶啊講，你知不？只是寶寶啊講。但是你為什麼要講呢？你可以不要講啊，你不講不就沒事了嗎？講了我們心中就有什麼？本來我們自己在苦裡面，我們無所謂。可是當人家一告訴你，是不是很辛苦？你就怎麼樣？你就真的覺得自己好像很苦，對，就開始覺得面對這個家庭，是不是有一些不平衡？所以各位沒有結婚都沒事，你知道，都是那個太太的錯。
誰叫他讓你看到你的委屈？誰叫他讓你看到，也許很多東西是不合理的，因為旁觀者清。我們在我們的不合理委屈裡面，我們可以自我欺騙，我們可以忍耐，我們可以覺得沒什麼，反正家裡都從小就這樣啊。直到另外一個不同的觀點出現了，我們才會開始思考：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對，當然，這每個人還是有他的命運，每個家庭還是不一樣。但這學士要講的就是這個心情。各位，所以人真的不要結婚。哦，怎麼會得到這個結論？是吧？有些你來不及了，但是你可能可以考慮離婚哈。OK， 你也開始有不同的立場。來，不要說什麼兩難之舉，我隨便舉。現在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有沒有兩難之舉？包括現在美國的總統川普，哈，那個白痴低能兒，你沒事搞什麼關稅？現在到年底可能會被判關稅違法。好，不好意思，啊，發個牢騷。各位，怎麼樣？全世界只有你們白人可以有錢是吧？全世界只有你們美國人可以榮華富貴是吧？今天你們美國日子過得沒有那麼好了，啊，你是在眼紅這些東方的國家，人家越過越好是吧？結果你進出一個關稅，要把台灣從1978年到2025年所有賺的全台灣人所有賺的財富，去投資美國，是吧？3500億到5500億的美金，把3代台灣人累積的財產全都要投資美國，而且是被強迫的。來，關門放狗！今天所有的人把錢留下來，給我們基金會。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只有你們白人可以有錢是吧？只有你們西方人可以有財富是吧？你把全世界財富送給你美國算了啊。各位，最可恨的是什麼？台灣的現在的狀態似乎好像還必須靠美國，是不是？來，有沒有矛盾兩難？來，我在学士不談政治的哈，我是舉這個兩難之舉啦。啊，你現在是要挖阿拉還是要挖美國？來，你打算？來，有沒有兩難？你現在是要挖阿拉還是要挖美國？哎呀，啊？什麼？雨露均沾哈，你想後雨露均沾。好，來各位，你現在是要挖阿拉還是挖美國？像美國擺明了，好，要靠我保護你沒關係，來，全台灣的錢都給我拿來，而且是強迫你去投資。來，記不記得那時候他強迫韓國去投資？好，忘記要韓國投資多少錢？多少？5000億美金才多少？我忘了，啊，數字我忘了。各位，那是掏空全部韓國的國庫，而且那時候美國要求韓國一次付清，不是分期付款，把台灣3代的人所有賺的錢全都強迫去投資美國，而且一次付清，而且你投資的錢，來，各位，你跟我合夥做生意，錢全部你出到我家，到我的地點去，你只占10%。来，鼓掌！鼓掌什麼？腦子有洞啊！你跟我投資做生意，所有的事情全部你做，事情你做，錢你出，你錢出100%，你占多少？10%，而且10%最後你分不分得到也不知道。来，誰的電話又響了？來，各位，來，現在知道什麼叫矛盾兩難了沒有？是啊，
這個世界充滿了所有的矛盾兩難，從我們個人的內在，從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婚姻，到我們的社會。各位，好，那在這麼多的矛盾兩難，到底怎麼辦？怎麼辦？來，各位，趕快來學賽斯，趕快來學賽斯。好，剛剛那個是一個笑話哈，但是其實也是事實，因為我們從小一輩子來，徐師再舉陰跟陽這兩個例子，太極大家知道嗎？陰跟陽是矛盾對立，還是最後是整合的？來，我剛講婚姻，婚姻是人類發明的自我折磨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在婚姻當中來，包括各位女性也是一樣，當你結了婚之後，你要站你娘家那邊還是婆家這一邊？來，我最近有幾個個案，我舉例而言，好，太太有一些理財，不想讓先生知道，就太太就找朋友投資，可是这個朋友他吃定了你，不敢讓你先生知道，最後把你的錢吃掉。来，各位，有多少的結婚的太太，假設你的娘家經濟情況不好，好，弟弟賭博酒駕，你會偷偷去幫助娘家，而不敢讓先生知道？或是你們出國會偷買2個包包，但是不敢讓先生發現的？來，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或者如果你們有小孩了，當小孩告訴你，我覺得你們偏心。來，各位，所有的父母幾乎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哪有偏心，我們很公平。就一直沿着你沒有偏心的方向去解釋跟去思考。各位，那重點是，你越解釋，對方有接受嗎？各位，如果對方沒有接受的解釋，最後那個解釋只是說給自己聽而已，對事情一點幫助都沒有。我跟你解釋，你聽不進去，那麼解釋就是說給誰聽的？自己聽啊。各位，如果我跟你解釋的東西你是聽不進去的，那個解釋只是說給我自己聽的，那最後還是不要說，也沒差別。當孩子說你們偏心的時候，你第一個要說啊，不好意思被你發現了。所以再補一句话，我已經盡量不要偏心了，但還是偏心嘛，因為你摸一下，哎，的確有偏啊，沒有在中間啊。來，你們摸一下，難道在中間嗎？來，有沒有偏心？那在中間的請舉手。沒有在中間嗎？這有沒有偏心？有啊。啊，本來每個孩子就不一樣啊。啊，本來每個孩子跟父母的緣深緣淺就不一樣啊。怎麼會沒有偏心？來，各位，你有沒有你最喜歡吃的水果？來，耿華最喜歡吃什麼水果？葡萄子，你偏心？蘋果要抗議，香蕉要抗議，你偏心？那各位，本來每個人就有自己的愛好啊，本來就有哪一個孩子比較合父母的緣吶，本來父母看到哪一個孩子就越看越喜歡吶，有看到哪一個孩子，我也知道那是我的孩子，但是我就是不喜歡吶，啊，這有什麼辦法？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可是我就是沒有很喜歡吶，但是我也盡量對他好啊，不是嗎？就像你們看你們的父母親，各位，是啊，身為孩子有沒有哪一個比較喜歡爸爸、比較喜歡媽媽的？一定有啊，因為人本來就不一樣啊。各位，人本來就不一樣啊。你說你都一樣，那最好是你的財產也可以分給隔壁鄰居的小孩啦，有嗎？有一樣嗎？當然不一樣啊。好，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在面對所有的矛盾兩難的時候，那本來就是常態啊，本来就是常態。好，其實要講今天的重點的，所有的矛盾兩難是我們生命中最大的折磨，也是最大的什麼？成長。沒有矛盾兩難，我們只會在我們自己的系統裡面聽到一種聲音。來，各位，我們只會在我們自己的系統裡面聽到一種聲音。你永遠在你的同溫層裡面。來，我再舉個例子，我先講，我不講政治哈。來，這次台灣之前的大罷免不是搞得很熱鬧嗎？各位，搞得很熱鬧。是啊，就大罷免的結果出來，大家有沒有跌破眼鏡？來，這就是好玩的地方，這就是有趣的地方。那台灣之所以可愛，就在於它不會只存在一種聲音。來，我再講個笑話，一種聲音多好。好，就像大陸很希望他的人民是一種聲音。來，各位，那叫有病啊！怎麼可能是有一種声音？那现在知道我是在說這個時代的錯亂了嗎？各位，所以矛盾衝突就代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角度，這就是我們現在人類的意識的訓練。意識的訓練，以前只有一種角度、一種觀點、一種對錯、一種是非，來，對不對？現在開始大家慢慢成長了。你的對是我的對嗎？你的算法是我的算法嗎？你的角度一定是我的角度嗎？你為我好，真的是為我好嗎？來，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哈？就像以前許醫師一直在問各位一個問題，比如說親子教育，我認為我很愛我的孩子，我給他的都是我認為最好的。來，可是各位，有一天當你的孩子長大20-30歲了，你才發現，原來如果告訴你一句話，對，你很愛我，你給我的都是你認為最好的，可是你給我的是我最想要的嗎？你給我的是我最想要的，我最需要的，還是你認為對我最好的？來，各位知道我的意思？父母可能說，我把所有我認為最好的都給你啊。孩子就回你一句話：你從來沒有了解過我啊！你從來沒有了解過我想要什麼啊！比如說，念大學是你要面子讓我念大學的啊，當律師是你要我當律師的啊。來，各位，比如說我現在有個個案，在大學4年級的時候，憂鬱症來看我，他是法律系的。我說都念到大4了，就把他念畢業吧。可能一邊開藥給他，一邊做心理治療，然後都到大4了嘛，把他念畢業。好，大4畢業之後不當律師再說嘛，先拿個大學文憑嘛。各位，好不容易死活真的讓他大學畢業了。他為什麼念法律系呢？很簡單，因為爸爸是律師啊。各位，台灣有個很奇怪的想法，爸爸當律師好像都希望孩子當律師。爸爸是牙醫，開牙醫診所的，像也都希望孩子當牙醫。爸爸當醫生的，好像也都希望孩子當醫生。來，各位，這個東西並沒有錯，可是你問過孩子，他真心想要嗎？還是他真心想不想要不重要，我要他當醫生？來，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哈？你是醫生，希望孩子當醫生，我覺得這沒有錯。各位，將來就沒有這個診所頂讓的問題嘛，孩子就接你的診所嘛。OK， 這沒有錯，但是你有沒有去問你的孩子，1次、2次、3次，你真的想當嗎？然後再補一句話，其實你不當沒有關係哦。爸爸只是希望，將來你當醫生也不錯。最好爸爸以後的診所就留給你，也不用再頂讓給別人。但是你真的不喜歡醫，沒有關係。
對，好，你真的不當醫生也是可以的哦。然後再補一句話，你真正想走的是什麼路？有沒有過這樣的討論？還是你覺得孩子不懂，什麼都不懂，你幫他安排就好？就是這個孩子念到法律系大四，在學士的幫助之下，死活終於畢業了。各位，好，那學士也是鼓勵他啊，你既然法律系大學4年都念完了，不然我們去考個律師嘛。好，萬一蒙上了也不錯啊。蒙上了之後可以不當嘛，對不对？反正有個律師牌在那裡嘛。各位跟我說不要，說不要就是不要。那你想幹嘛？他說想去跳舞。你為什麼不早說？你現在大學畢業了，大4法律系畢業，你跟我說現在喜歡跳舞，你為什麼不早說？各位，就像你爺爺80歲了，問他此生還有什麼願望，跟你說想跳芭蕾舞，你為什麼不早說？好，但是雖然不早說，大4還是有機會。我就說，那我們就重新再來吧。重新再來吧。好，可是我要說的是，這種矛盾两難之局，是你到底要聽你父母的，還是聽你自己內心的？到底我是要成為別人覺得我很棒、很乖、很孝順的，還是我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各位，來，我還是要講，這個世界現在最大的、最棒的地方是太多不同的聲音了。贊成 A 有一堆聲音，贊成 B 有一堆聲音，訊息越來越多，而太多矛盾衝突，甚至立場对立的訊息所在多有。来，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所以整個物質實相已經變得越來越豐盛，或是你可以說越來越錯亂。以前我們的世界很簡單，反正先總統蔣公就是最偉大的，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三民主義就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然後政府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各位，現在好像顛倒過來哦，來，是不是？對，所以我們人開始覺得，那到底什麼才是對的？訊息越來越多，是啊。好，回到我徐志剛講的。好，包括我剛從西班牙回來嘛，好，學士也很錯亂，很錯亂。好，因為這次去西班牙，旅行社安排得很好，好讓大家盡量體驗當地的飲食。各位有沒有聽懂？安排學員盡量體諒啊，盡量去品味當地人很棒的飲食。好，各位。來，什麼叫盡量體驗當地人的飲食？那個第一道菜是湯嘛，一喝，怎麼這麼鹹？西班牙人的湯很鹹吶，會讓你誤以為那廚師放錯了，可是每一碗都那麼鹹吶，各位。然後說配麵包。它麵包不是這種台灣又鬆又軟的麵包，是那種可以用來打小偷的麵包啊，放1個月不會壞的那種啊，好，是那種麥殼跟什麼一起打下去的那種雜糧麵包啊，對，大家知道嗎？那種他們的那種麵包是那種麵包啊，是怎麼吃？各位，這是道地的西班牙飲食。第一個東西好鹹哦，這又是讓各位品味當地的。這個最有名的這個前菜的湯，一喝冷的湯是要怎麼喝？台灣有在喝冷的湯嗎？你動起噴了啊！吃噴了，來習不習慣？不習慣，不習慣。各位，好了，再來其中一家餐廳更好笑。
哦，湯上完了，沙拉上完了，一盤炸物，海鮮炸物，对，大家都吃飽了，就給你上一個這麼大一盤的那個西班牙海鮮飯，然後大家就開始玩那個飯的，玩飯知道哈，因為吃飽啦，吃不下啦，然後給你吃個午餐2個小時到2個半小時。各位，那我這次最大的衝突是什麼？仔細聽哈，人家西班牙在過日子，或是有些歐洲在過日子，他們吃一個午餐2個小時，吃一個晚餐2個半小時，因為吃飯是在享受，咱是吃飽飯了緊來做工課，伊是吃飯飽出的時間才來做工課。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了？各位，然後去一趟歐洲回來，我覺得我們東方人都是奴隸，大家是趕快吃飽飯，趕快上學，趕快吃飽飯，下午趕快工作。人家一個公務人員可以午餐從12點吃到3點半，3點半上班到5點半就結束了。甚至在希臘，公務人員一天上班4個小時，其他時間都是在聊天、喝酒、吃飯。人家是在過日子，我們是在活在地獄中。對，你說，所以你們不要跟我說歐洲跟美國為什麼會開始沒落，這樣聽懂我在說什麼嗎？我們是趕快吃飽早餐，趕快去上學，趕快去田裡面工作，趕快去上班，各位，然後中午趕快吃一吃，下午趕快工作做一做，對不对？晚上吃一吃，要去洗澡，要去洗衣服，好，要去幹嘛？各位，人家一吃就是2個小時到2個半小時。就我們整團吃到那邊，大家都睡着了。人吃，大家是在吃飯在享受，咱是今來吃飽要奮鬥。有沒有趕快不？各位，我真的我精神分裂了。很多的觀點竟然如此的不同。人家在過日子，人家在享受人生。好，然後西班牙最有名就有一種叫什麼 tapas 有沒有？啊，就是各位就是來一杯酒啊，先吃一道小菜，2道小菜，然後再換下一家，再吃個1-2道小菜，再換下一家。各位一頓餐吃下來2-3個小時，各位，來那個開豆皮的做豆皮的，啊，你去西班牙過個1-2年的日子，你回來就會變跟豬一樣了。我們是趕快吃完飯，趕快要去上學，趕快飯吃一吃，趕快準備要等一下去工作，趕快飯吃一吃，等一下下午要去做什麼？人家整個吃飯就是在幹嘛？享受人生，然後吃個橄欖，各位，然後整團都瘋掉了，都瘋掉了。來，我告訴各位，後來去一家華人餐廳，華人開的餐廳，然後坐下來，3道菜一下就先上，然後再過5分鐘，10道菜全部上齊。上齊了之後，水果在旁邊已經準備好了。我說這才是華人嘛，我們過的就是奴隸般的日子，我們就是趕快把飯吃完嘛。各位，終於回到正常世界了。咻咻咻！大家在20分鐘內全部吃光光，而且沒有吃到很多那個飯哈，好久沒有吃到飯了，好久沒有吃到正常的菜了，好久沒有吃這麼快了。各位，有時候許醫師禮拜1、禮拜2最忙嘛，我禮拜2有時候晚上我只有10分鐘吃飯，這種10分鐘把飯吃完的人去那邊吃2個半小時的飯，你覺得我會不會瘋掉？縱使我已經是精神科醫師了，我還是會有發瘋的可能啊！各位，來，有沒有世界觀完全不同？因為如果你沒有從完全矛盾衝突不一樣的角度看，你根本看不到自己。各位，所以陰就是陽，陽就是陰，跟你最不一樣的人，跟你就是同一類人。我們常常是透過這樣的矛盾衝突，最後在什麼擴展我們自己。
沒有這個矛盾衝突，你永遠就只會是那個一池死水裡面的永遠不會變動的自己。所以所謂的痛苦學習跟成長，它就是透過所有的不同矛盾衝突當中去學習跟成長。來，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嗎？是啊，尤其是婚姻，婚姻裡面所有的折磨，所有的角度的不同。來，我覺得在你們家理所當然的，到了另外一個家有沒有理所當然？絕對不是。來，比如說我常常遇到很多個人跟我講，他說啊，在他們家都各過各的，很冷淡，很沒有家庭的溫暖。啊，到了比如說到了先生家，哦，他們家每個人就好親哦，然後姑姑、爺爺、奶奶、舅舅、叔叔、伯伯，哦，大家都啊，怎麼那麼啊？可是自己家就啊，大家各過各的，哇，好棒哦！那各位久了發現，你一點都不喜歡，你還是喜歡冷冷淡淡，還是保持一點距離好。可是同時也讓你學會了跟人如何同時保持距離。可是那種親戚很靠近的家庭又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知道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了嗎？所以任何一個婚姻都是一種擴展，都是一種擴展。好像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就充滿了折磨跟痛苦。我告訴各位，我最近的折磨是什麼？对，我最近的折磨是什麼？好，因為最近開始有點變天嘛。那我跟我太太體質比较不一樣，好，比如說冷氣，好，我喜歡開27度，我太太想開24度，好，然後因為這陣子我感冒才剛好，好，她就在那邊半夜睡不着，好，因為我的溫度是27，好，她到半夜3點還睡不着，然後我問她怎麼還不睡？太熱太悶了，你怎麼還不出門？我以為出門他就可以什麼？開到24度。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因為生活習慣不一樣，生活習慣不一樣啊，人跟人在一起怎麼可能生活習慣會一樣的？啊，比如說有人跟我說，啊，你婚姻出什麼問題？啊，兩個人觀念就南轅北轍啊。我說廢話，那不是永遠都是這樣嗎？婚姻裡面沒有兩個人觀念一樣的啦。各位，什麼叫靈魂的擴展跟學習？你一定會遇到你的所謂的互補或所謂的對等。來，尤其在比如說夫妻裡面也是一樣。好，像我父母就是這樣子啊。我媽喜歡逛街，喜歡漂亮的東西，那偶爾花點錢。那我爸爸是客家人嘛，永遠買什麼最便宜的。所以我媽媽買東西要藏起來，不能讓我爸看到。對。可是有時候我爸又很疼我媽，啊，所以我爸覺得榴蓮是大便，味道很臭。他因為買給我媽吃，因為我媽喜歡吃，所以人跟人之間充滿了好多矛盾。各位，來，有時候學習開玩笑，如果愛不存在，就不會有衝突、矛盾跟痛苦。反正不愛你嘛，可是我又愛你，我跟你又不一樣，你要的又不一定是我要的，你對我的好又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來，痛苦來了沒有？來了。來，學習要講結論。結論就是如何在愛當中，在所有的衝突矛盾當中，尋求擴展，尋求接受不一樣的角度。來，甚至我在講賽斯心法裡面多重時空的本質。來，給我一個包包。以量子力學來講，這裡有幾個包包？來，現場有幾個人，這裡就有幾個包包。現場有幾個人，這裡就有幾個包包，因為每個人的角度都不一樣。你所看到的世界跟我看到的世界不一樣。你以為這個世界是一致的，你以為時空是不變的，但是有時候，各位，
你的時空跟我的時空根本是不同時空。來，所以許醫師要講靈魂的最重要的功課。最後，你能不能認識你自己，知道你是誰？可是同時又可以跳脫你自己之外，開始去體驗別人不同的角度，體驗別人不同的感受，體驗他之所以與你不同，但是這個不同並沒有對跟錯。是，來，我再舉，比如說兩岸之間，來，一定需要對立嗎？一定需要敵對嗎？各位，也許它不一定。來，就好像美國政府，共和黨跟民主黨因為他們的衝突，所以美國聯邦政府關了40幾天，各位知道嗎？對，包括美國現在跟全世界的衝突啊，怎麼只有你們白種人可以有錢噻？只有你們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噻？你們白種人現在沒錢了，就可以全世界去掠奪噻？我們都應該窮啊！你們美國人就應該過好日子噻？各位，如果我回到赛斯心法，最後眾生是一體的，那麼最後人類狹隘的自我意識能不能擴展？我是我自己，但是我跟你不同，但是我能不能試着去理解跟包容你跟我的不同？還是你跟我不同尤其是像美國總統川普，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錯的。只要你跟我對立，我就要弄死你。各位懂我在說什麼嗎？來，我們在精神醫學上來講，這叫做邊緣性人格。邊緣性人格，什麼叫邊緣性人格？簡單來講，我只喜歡聽贊同我的聲音，我只喜歡聽認同我的聲音，我只喜歡听服從我的聲音。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叫邊緣性人格。所以邊缘性人格有一個特質 ，all good or all bad， 要麼你就完全認同我，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完全不認同我。各位，叫邊緣性人格。是啊，来，川普有點類似像這種的所謂的 trait， 痕跡，對，只要不認同他的都是壞人，只要把他照片拍得很醜的都是壞的記者，只要說他壞話的都是壞人，各位，只要不認同他的都是錯的，各位懂我意思對，好，所以我在開這個玩笑，這樣的人也能當美國總統，所以各位你們都有希望了，這是一種救贖，好不好？這是一種救贖，就是不要以為權威一定是對的，也不要小看自己，好，那我現在再回到學士要講的，這個時代立場很多，觀點很多，可是這個時代也是心靈成長最偉大的時代。各位，意思是說，當外面的聲音這麼多的時候，你回來找自己內心聲音了沒有？你回來自我認可了沒有？你回來肯定你自己了沒有？甚至來，徐師所學的不是只有心理學，我所學的精神醫學在心理學，最後加上什麼？賽斯的心靈的概念。來，什麼叫心靈？當外界這麼多聲音，當我們開始覺察我們的內在，我們能不能連接到我們內在賽斯心法所說的心靈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跟什麼神通？而當你回到智慧，回到愛，當有更多的不同角度的包容跟接納，那麼很多的矛盾就不一定是痛苦了，矛盾之间它不一定要互相对立，它不一定要互相敌对，它可以是互相整合、互相學習，就像陰跟陽一樣，它可以是對立，也可以是成長跟合作。
所以賽斯講過，夫妻可以不斷的衝突，不斷的否定對方，也可以開始學習對方的優點，開始整合，開始欣賞對方，因為你開始欣賞自己。最後不是只是內耗，而是1+1大於7。各位，來，徐師講2種內耗，一種是你的內心不斷的矛盾跟衝突，你不斷的自我否定，你可能內耗了一輩子。有些內耗是你們的家庭裡面夫妻不斷的吵架，好像我父母以前最好笑了，都渴望得到對方的認同，可是都不斷的去否定對方。所以可不可以同時我們開始認可我們自己，同時去接納不同的角度？你跟我都是為了台灣好，只是角度不同。來，兩岸雖然好像看起來对立，可是各位，地球不好，两岸是不是一樣不好？美國現在好像跟全世界对立，可是最後全世界其他不好，其他地方不好，美国会好嗎？不会好。來，各位，最後的答案就是只有地球好，宇宙才會好。虽然這句話一點意義都沒有，意思是說，人類的智慧現在如何從對立、衝突、單一的是非，進入到什麼？自我肯定、整合，然後用智慧化解矛盾，更多的對話，更多不同的角度，更多的擴展，那麼你就會開始降低你的痛苦，慢慢得到解脫，好不好？好，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那我們今天下午在屏東分會有工作坊，好，如果有個人的問題、親子的痛苦、婆媳的問題，歡迎來到我們的工作坊處理個人的內在的問題，好不好？那我們今天也有證書活動是嗎？好，那證書活動或是有什麼好康的啊？有什麼？還有徐師有志工培訓，好，有我親自培訓的有2個月1次，完全免費。好，由徐師親自培訓的2個月1次，完全免費。那其他的時間由各分會會進行他們自己的培訓計劃。那想接受我們基金會的志工培訓，好，我們打算招募1萬名志工，1萬名志工來幫助台灣，幫助世界，幫助地球，因為地球好，宇宙才會好，好不好？好，謝謝。